Сайн байцгаана уу бүгд энэ өдрийн мэнд намайг их жаргалын банзарч гэдэг. Би энэ жил 28 настай халиулааны тамирчин байна. 摧毁者啊！一定。他是来自哈萨克族的传统摔跤手，而他则是来自蒙古国的综合格斗新星。无与伦比的压制力，极度霸道的掌控力，双方无论在地面还是在站立都极度的相似。这场比赛就是龙与虎之间的对决，究竟谁才是八角笼中的王？就看这一场比赛。上到你台上，怎么来怎么干。What up, boy? How's your training? We were in the cage. Please don't cry, Hobbit. You are nothing.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没有错，中蒙对决，来自哈萨克族的阿依丁托和塔尔别克大战来自蒙古国的恩和吉尔嘎拉班扎日格齐。两位选手呢都是在各自的领域啊，在这个摔跤领域有着极强的威望。虽然说这个恩和吉日嘎拉呀，他在这个成绩上来说呢不是很好看，但是他其实也是在国际上打比赛啊。目前28岁168的这个身高168的臂展，来自著名的风暴战队，而且他在国外也是输的那场比赛是面对美国越南裔的超新星啊，对手是拿了一个6连胜，而且是拥有着70%多的 KO 率，所以说输的也不算是啊这个失误啊，输的可以说是毫无争议，但是对手确实很强啊。好，让我们回到比赛，可以看到红方选手就是我们的埃丁，而对手则是恩和吉日嘎拉。双方目前已经是来到地面了啊，而且埃丁也是率先拿到了一个上位，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恩和吉日嘎拉的防御做的还是很好的，双方目前没有任何进展。路呢是攻防兼备，所以说埃丁在过腿，你看他的柔韧性多好，确实啊。班扎日格齐看到他的右膝，这个膝盾塞得这么高，是的，塞这么大家觉得可能没什么，自己回家躺床上试一下，就是所以说他的这个防御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是，我是非常羡慕这些膝关节柔韧非常好，三角要非常小心了，非常小心。埃丁的实力呢是不容小觑，但是呢，想必来说也是首次面对像班扎日格齐这样的对手。但今天确实开场之后的他这个 X 打击的方式真的是让大家眼前一亮。是的，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班扎日格齐双腿包括髋关节呢是相当的放松。我看到这个膝盾想要做挑翻嘛，但是埃丁我们看到他的胯是非常沉啊，向下压制的非常的重。那么你看到他现在的话，恩和吉尔嘎拉也是在不停的在调整自己的胯。恩和吉尔嘎拉班扎日格齐看到他的柔韧性真的是太好了，就缠斗，有几个人能够去让阿依丁啊真的在上位迫于防守这么一个状态呢？平时我们其实看到的都是阿依丁在上位进行完全的压制，是的，完全压制。现在看到在下位的恩和吉尔嘎拉班扎日格齐呢，真的我们看到在下位好像是陷阱一样。是，确实我们很少看到在上位这个优势位置上显得很被动的阿依丁。是，看对方现在看到真的是班扎日格齐。好的，非常漂亮的反转，恩和吉尔嘎拉也是想拿这个阿依丁的这个上位啊，但阿依丁的反抗比恩和吉尔嘎拉要强多了，这疯狂的扭转，双方再次恢复着战力。刚才来看的话，这个恩和是想拿一个这个足跟钩的降服啊，但是很明显阿依丁是不会那么轻易给机会的。双方现在来到内围，看一下什么意思。对，但是我们看到班扎日格齐不停的调整身位，真的是很强。是的，班扎日格齐呢真的是久经沙场啊。我们虽然看到他的战绩是6战3胜3负，这是他的综合格斗战绩，是我们没有提他在其他领域的战绩。没错，之前我们看到很多的，包括俄罗斯选手，包括蒙古国的选手，他们有着非常优秀的单项的战绩。是的，并且这场比赛在自己的团队里面呢，也有自己的战术鬼才啊，来自于可以说蒙古国的选手呢，真的他们不光是打法凶悍，而且战术多变。连续的打击，这一会儿我们看到小心了，战力的质量也很高。小心，看到换拳，这些拳是很精准的，是很精准的。
阿一丁想要去游走，想要去绕出来，但是不是很容易。直接是跟阿一丁进行正面的换拳。是的，阿一丁现在的换拳方式呢，还是以抡摆拳为主，弧线拳法为主，而班扎日戈奇呢，显得是更加直接，左右的直拳封堵。没错，而且要知道，阿一丁是曾经战胜了像周启安这样的极系的高手。这个总的来说呢，因为一个出身于蒙古国，而另一位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摔跤手，两位都不是那种太沉默的主啊，没有谨慎啊，没有试探，上来就是地面，就是耐力，比的就是谁能拼到最后。其实大部分的这个蒙古国选手都是这样啊，无论是打站立还是打降服，都非常喜欢这种及时的爆发啊，可能到后面没有体力了，没有耐力了，可能就会输掉比赛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好的，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第一回合啊，双方选手可以说是完全的放开了啊，就是想看能不能在第一回合就拿下一个降服。不过具体来看的话，目前双方的这个进展不是很大啊。OK， 让我们来看一下精彩回放。下一回合马上开始。班扎日戈奇在下位，我们已经是算不出他有多少次降服尝试了。我们看1、2，我们真的是一度认为这场比赛会按照阿一丁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优势的节奏展开，包括抱摔也是非常的舒服，但是没有想到后面的攻防转换会变得这么快。是的，阿一丁可以说在第一个回合前半段也是展现了自己。好的，来看一下下一回合。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恩和呀，体力保持的还是不错的，留存的很好。相比之下，反倒是阿一丁有一些气喘吁吁了啊，这有一些危险。在整体的状态上来看，我们出来数据了。阿一丁啊，上一个回合的控制时间长达4分35秒。然后阿一丁说现场的欢呼声在哪里？是啊，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你抱到我腿，为什么你抱不倒我呢？没错，这个其实对于对方的心理也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是的，表示没有问题，你摔不倒我。还能够去腾出一只手去打拳，现在抄脚踝。看一下，确实不容易的，因为什么呢？阿一丁他的身高要稍微的矮一些，所以说底盘要低一些。而且确实，阿一丁对于自己的重心控制啊，真的是脚下生根。阿一丁的感觉呢是非常像这个年轻版智能版本的黑利。那确实，小一号的黑利。黑利有在看直播吗？那么现在班扎日戈奇呢在下位，但是呢他在下位的主动进攻。好的，恩和再次被我们的阿一丁压制在地面。阿一丁啊，还是这个传统的摔跤手，他有他自己的坚持。这个很多这个老的技术啊，其实在这几年的综合格斗赛场上已经不是太常见了。但是阿一丁依旧是这个秉承着本族特色吧。可以看到也是比较难搞，来充分的施展自己的可以说高频的打缠一体的打法。跪壁之后的输出，班扎日戈奇太被动了，非常小心了。班扎日戈奇我们现在看到非常的被动的用脸接拳。摔跤手我们看到阿一丁高频缠斗专家，没错，强力摔跤手。控制侧身位之后的砸拳，我们看到对方是背后有一个交叉封手。是的，现在是非常被动。然后这边我们看阿一丁还是在不停的寻找输出的空间，非常被动，想要拿背。看一下如何处理这次的优势，能不能够进腿？没有问题，还是换另外一侧来输出。现在是自由式摔跤101，是这个就是基本功的基本功。是。那这个阶段我们看到阿一丁也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如果不能够拿到降服甚至 TKO 的话，那么就争取更大的控制时间、优势的位置，甚至是打击的效果。是的，在上位的中轴，这是感觉已经是非常痛苦了，真的是非常痛苦了。而且上位的阿一丁是处于不断的。好的，压制分拿到，连续的砸拳。恩和什么意思？如果再不反抗的话，这个情况很有可能直接输掉比赛。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刚才这几拳可能力道稍微小一点，恩和还是能吃下的。连续的输出，那么在上位的阿一丁现在感觉到自己胜券在握，
所以现在感觉对于自己的节奏控制也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我们看到他也是选用了比较稳妥的这种三角位的站位。我们看锤击连续的输出，哇，锤击连续的输出，不保守啊！这波输出还是非常的顽强啊！是蒙古国的选手班扎日格齐非常的顽强。如果换做其他对手，很有可能被打平了。是的，而且还很有可能有的选手会拍电认输啊。没错。所以说有一些选手，比如说战绩，他比如说输了或者赢了，好，上面写的这个 submission 啊，底下他是为什么说打的他也是 submission 啊？那我控制你动不了，我一直打，是不是也是一种啊降服呢？也是降服。好，我们看到阿依丁现在是交叉防守砸拳，那我已经是数不清阿依丁已经转换了多少次的左右的位置，游刃有余啊！是，所以真的我觉得在新生代选手当中，不过目前来看的话，阿依丁依旧是能持续的拿到一个上位啊。恩和终于是受不了了，你这个时候不抢腋下的话，这个不减缓对手的进攻，等待的就是无穷的砸拳。但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卧腿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打满。阿依丁，摧毁者阿依丁啊，真的现在像是一个体能的黑洞，我们不知道他的极限究竟在哪里。最后的10秒钟时间，看我们注意看阿依丁控制的手法以及他的重心的转换，还在转换。是的，他的重心的转换和摆放是细节。看啊，最后的阶段要做一个滚翻，但是呢没有能够成功。最后的1秒钟，压哨的一拳，压哨的一拳，非常精彩的表现，非常精彩的表现。这场比赛能够感觉，来自于中国的哈萨克族选手摧毁者阿依丁真的是能够顶住压力。在第1回合确实呢，还有第2回合的刚开始的时候呢。好的，那么本场比赛正式结束。OK， 让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定结果。那么这一场比赛真的是毫无意外啊，毕竟在第3回合，这个阿依丁连续的砸拳，确实也是让恩和有一些受不住了啊。这个拿分拿的实在是太好了。好的，让我们再次恭喜来自哈萨克族的小伙阿依丁托和塔尔别克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